这里是你买下来的停车位啊。哎，只能你的车停在这里。是与他有过节的宁思琪，海童那是寸步不让。他对宁二小姐没有半点的好感。宁思琪噎了噎后，强词夺理地道：“这是宁云初的花店门口，我是她的妹妹，自然该我停放车辆呀。宁二小姐还知道宁云初是你姐姐呀。那天晚上你在董家的宴会上，你对你姐姐做了什么？”宁思琪被父母宠坏了，又一直是欺负整治宁云初为乐，他竟然理直气壮地说道：“那个瞎子就是给我取乐用的。”海童都想狠狠地教训他一顿，怎么会这样的妹妹？应该说是宁太太做父母的没有教育好孩子。宁云初不是天生瞎的，是16岁生了一场大病。宁太太心狠不管他，宁总又忙着生意，很少在家，他就那样病着病着，差点连小命都丢了。还是他远嫁的小姑姑回娘家探亲，看到宁云初病着，紧急送去医院。当时医生花了10几个小时的抢救，才算把宁初的小命捡回来，但赔上了一双眼睛。别看他的眼睛看起来像正常人的一样，他是看不见的。海童夫妻俩猜测过宁云初是装瞎的，或者是恢复了光明，但不让人知道，毕竟没有证据。不管怎么说吧，海童对这位未过门的妯娌充满了同情。老太太说她以后是战家的当家太太，是长嫂，要护着底下那一溜的弟媳妇们，那是她当长嫂的责任，也是战家当家太太的责任。乡巴佬，我警告你，你要是不把车位让出来，休怪我把你的破车撞飞。宁思琪看到海童开的是一辆10万元左右的国产车，满眼满脸都是嫌弃，什么战家大少奶奶，连辆好车代步都没有，肯定是不受婆家喜欢的。战家是什么门庭吗？这战大少爷这种身份的男人，理应由他宁思琪这样的千金小姐来配的。海童这样的乡巴佬根本就配不上，连给战少提鞋都不配呢。宁太太因为恨海童害得她的宝贝女儿在董家宴会上出丑，又恼海童多事帮了宁云初，在宁思琪面前都是极尽踩低海童的，说海童那天晚上是跟着商太太去董家参加宴会，是得不到战家认可，战家的太太们懒得搭理海童，不愿意带着海童去交际，结交上流社会圈子里的人，海童不得已才跟着商太太去参加宴会的。唐君夜护短的是，宁太太就选择性的没有告诉女儿，一辆破车也好意思和我争车位，我告诉你，要是刮花了我的车，把你卖了也赔不起。知道我那辆车值多少钱吗？几百万呢。宁家是隐形的富豪，家产已经超过10亿，在管城也是排得上号的。宁思琪是宁总的第一个孩子，哪怕是个女儿，她也宝贝得很，打小就是要风得风，要雨得雨。等到女儿成年后，他送给女儿的18岁成年礼便是一辆几百万的豪车。凡事都有个先来后到，我先来的，我就停这里了。凭什么要给你腾位置？你把我的车撞坏了，我必定会让你赔我一辆新的，正好我也想换新车。我把你的车撞成一堆烂铁，我都不赔1分钱。宁思琪叫嚣着。宁思琪在店里看店的宁云初听到门口的争吵，拄着他的盲人拐杖慢慢地走了出来。海童看他就还是像那个晚上一样，戴着黑色的大墨镜，看不到他的眼睛如何那张让人惊艳的脸上，表情也是一如那晚的云淡风轻。你在吵什么？宁云初对自己的地盘非常熟悉，听着2个人争吵的声音，确定了2个人的位置，他很自然地走到了海童的面前，停下来，面朝着海童温声问着，请问是战大少奶奶吗？什么大少奶奶？那就是个乡巴佬，瞎子，不要抬举他，等着吧，这个乡巴佬很快就会被战家赶出大门的。我就不信战少真的会喜欢这样一个乡巴佬。宁思琪最听不得别人称呼海童作战大少奶奶，他虽然不敢肖想战印，因为战印过于冷冽，也不容易接近，但他也有野心，想嫁入战家当少奶奶。战家少爷有9位呢。
他妈就帮他相中了脾性最温和的战家七少。七少年纪比他略大个2、3岁，他妈说了，比他大一点，会疼他，也会宠着他。他任性，脾气不好，就要占七少那样的好脾气来包容。宁思琪想着自己以后要是嫁入战家当七少奶奶，她是绝对不想和海童这样的乡巴佬成为妯娌，更不愿意叫海童做大嫂，所以她最是听不得别人叫海童大少奶奶了。你闭嘴吧！宁云初冷冷地呵斥了一声，也不等他是什么反应。宁云初歉意地对海童说道：“战大少奶奶，他被我妈宠得无法无天，不知天高地厚的，你别和他一般见识。死瞎子，你居然敢呵斥我，别以为这次我爸帮着你，不让我教训你，你就能在我面前端着姐姐的架子了。我告诉你，那是我爸妈，是我的家，你有什么资格教训我？要不是我需要一个出气筒，以为你还能留在我家里，我妈早就把你赶出去了。现在宁云初就算回家，住的也是保姆房。他大伯继父对他说，他看不见，上楼不方便，所以让他住在1楼的保姆房，把原来的保姆房一分为2，大的一间给了管家住，小的那一间才给他这个宁家大小姐住。海童留意到宁思琪说那些话的时候，宁云初握着拐杖的手紧了紧，这个女子不知道默默承受了多少，她隐忍多年，必定是有她舍不得的东西。宁思琪骂宁云初的同时，还想一巴掌打过去，被海童攫住了他的手腕。海童用力地甩开了宁思琪的手，冷冷的道：“信不信我把你的一边手臂卸下来？你敢？”海童冷笑：“你可以试试，我敢不敢？宁二小姐，我家战少告诉我，不管我得罪多少人都不用怕，但要是有人得罪了我，他绝对会替我讨回公道。有个霸道又强大的老公还是很爽的，遇到嚣张的人时，他能更加的嚣张。”哎，海童都觉得自己有点像螃蟹了，横着走。宁思琪年轻张狂，却也不是什么都不懂。他想起自己在董家宴会上想害宁云初，被海童多事破坏了。当时他被海童钳制住，由商小飞灌他喝下了那杯加了药的酒水。那药力发作时，他在董家就想脱衣服，那母亲火急火燎的把他带回家里后，就让他泡了半宿的冰水，熬到药力过去，他才恢复清醒，却也因为泡了半宿的冰水发高烧。那父母心疼的要命，可是父母亲都没有替他讨还公道，因为这个乡巴佬的背后站着的人是战少。父亲跟他解释，虽说他们宁家的生意不在管城，但也不能得罪战少，战氏集团的产业遍布各大城市，若是得罪了战少，战氏集团要和他们宁氏抢生意，他们宁氏也会倒霉的。父亲也批评他那天晚上太过分了，不应该给宁云初下药，就算想让宁云初失身成为别人的笑话，多的是法子，没必要在宴会上算计他。又说他那样做也是破坏了他自身的形象，让那些太太们觉得他心思歹毒，不利于他将来找好婆家。那是宁思琪第一次意识到战印的强大，强大到连最疼爱他的父母在他吃亏后都不能明目张胆地替他出气。此刻呢，海童冷冷地瞪着他，说着比他还嚣张的话。宁思琪有点怂了：“乡巴佬，你等着啊！”宁思琪指着海童放了句狠话，转身就走，但走的时候故意踢翻了花店门口的好几盆盆栽花，海童都想把他双腿砍下来。以前大家都说商小飞性子野蛮，脾气不好又嚣张，跟宁思琪比起来，商小飞好太多了。商小飞其实是高傲，不和他眼缘的，他看都不想看一眼，谁要是厚着脸皮来纠缠，他想和他做朋友，他也不客气的驳了别人的颜面，得罪人啊。宁思琪这种才是真的任性野蛮，嚣张至极。宁思琪开着他那辆几百万的豪车走了。他想着啊，回去跟母亲说一说，花点钱请几个混混对付海童，替他出口恶气。海之亲，不知死活的人，几个混混就敢对付他海童姐，他海童姐一只手就能摆平。
当初他可是带了一班混混去拦车，都被揍得落花流水呢。战大少奶奶，对不起哈。海童温和地道，又不是你的错，不用向我道歉。你来就是我的客人，却被思琪破坏了心情。是我出来的迟了，害得大少奶奶承受着思琪的辱骂。海童说道，我与我家战先生的确存在着很大的差距，不止宁思琪一个人那样看我的，只不过那些人圆滑，没有把话说出来而已。宁思琪年轻张狂，说出了那些富太太们对他的看法，在那些人的眼里，他不就是个乡巴佬，命好，飞上枝头变凤凰了。人与人是平等的，只要战大少爷不嫌弃你，管别人说什么。宁云初说完，微笑地朝海童做了个请的姿势，微笑着，大少奶奶过来是想买花吧？不知道你买花要送给谁的？海童跟着宁云初走进了花店。他说道，我买花是送给我先生的。宁小姐，你看看该怎么搭配，你帮我搭配一下。宁云初微笑的道，大少奶奶信得过我，那我就帮大少奶奶搭配一下。他放下了拐杖，开始帮海童搭配花束。海童看他很熟练啊，忍不住问他，宁小姐，你是不是熟记了每种花放的位置？宁云初边搭配着花束边说道，我眼睛看不见，就只能靠近了。我请了店员的，每次进货回来后，他们会把每一种花分开放好，然后告诉我每一种花的位置。我这间花店也开了几年，靠着记忆，我早就熟记，不会出差错的。海童看着宁云初的眼睛，试探地问，宁小姐，你的眼睛还能治好吗？宁云初的笑容有点黯然了，他说道，我是一场大病失去光明的，当年能捡回一条命就不错了，看不见就看不见吧，能活着就好。骤然失明呢，他难受的差点疯掉，可他不能疯啊，也不能就这样放弃生命呀，所以呢，他又顽强的活下来了。那从光明到黑暗，他习惯了，用心去看这个世界，他发现更容易窥探人心。有时候呀，人心比鬼都可怕。海童心疼的道，现在医学发达了，有条件，有机会你还是去治治眼睛，说不定能重见光明。我姑姑一直没有放弃让我重见光明，这么多年来没少带我去看过很多眼科医生。依旧啊，他幸好还有一个小姑姑是心疼他的。他3个姑姑，只有小姑姑和他亲爸感情最好，才会心疼他。那2个姑姑都是和继父好的，谁叫现在掌管着宁氏企业，那有钱有势的人是他的继父呢？海童一时就不知道该怎么接话。大少奶奶不用替我心疼的，我已经失明10年，早就习惯了黑暗，在我熟悉的环境里，就算没有拐杖，我也能正常生活的呀。宁云初反过来安慰海童，他帮海童搭配好花束后，熟练的包扎好，再抱起花束，转身递给海童，微笑的道，大少奶奶，你要的花束好了。战少收到你送给他的花束，肯定很开心的。小夫妻俩的感情应该比传言中更好呀。战大少奶奶是个仗义的人，宁云初真心祝福海童能够得到战家的认可，与战少幸幸福福的。宁云初因为有个比后妈还要心狠的亲妈，又因为他是个瞎子，亲妈从来不会带他去参加宴会，也不让他接触富豪圈子里的人。他对海童的了解便相当的有限，以为海童真如宁太太所说，得不到婆家的认可，要参加宴会只能跟着商太太一起。谢谢。海童向宁云初道谢，他接过了花束，问，多少钱啊？不用钱，大少奶奶上次帮了我，我无以为报，不过是一束花，岂能收大少奶奶的钱？那怎么行？你开门是做生意的，这些花都是你花钱买回来的呢，需要本钱。你不愿意多收我的钱，也要把本钱收回去啊。海童拿出了200元，他记得在董家，宁云初收取宁思琪的花钱就是200元的。海童硬把200元塞到宁云初的手里，宁云初用手摸了摸2张钱后，
就把其中一张还给海童，就说到大少奶奶坚持啊，我就收一半的钱吧。知道两个人现在还不熟，也没有交情可言。海童没有再坚持，从宁云初手里接回了那100元，笑道：宁小姐，谢谢你了，你这里的花很漂亮，我以后若是有需要，都会来你这里买花的。宁云初微笑，随时欢迎，以后大少奶奶若有需要，提前打电话给我，只要你跟我说你买花是送给什么身份的人，我就会帮你把花搭配好，包扎好，那你来了就可以拿走。说着，他就回转身走到收银台前，扶着桌子绕进了收银台里面，摸索着拉开了抽屉，从里面拿出一盒名片，取出一张名片，朝着海童的方向递去。大少奶奶，这是我的名片啊。海童走过来接过了名片，说道：那我以后有需要的时候就给你打电话。宁小姐，我先走啦。大少奶奶慢走啊。宁云初又摸索着绕出了收银台，亲自送着海童出了花店，听着海童的脚步声，面朝着海童上车的方向，微笑地挥着手，无声地道着再见。海童把花束放在副驾驶座上，边系上安全带边对宁云初说道：宁小姐，你快进去吧。宁云初笑笑，听到海童把车开走的声响后，他才转身回店里。数分钟后，海童开着他那辆被宁思琪嫌弃不值钱的破车进了战氏集团。战印的车库里多的是豪车，他情人节那天给海童准备的礼物也有一辆新车的，只是海童当时没有收下，夫妻和好后，海童也没有换车。他这辆车是战印送给他的第一辆车，对他的意义不一样。战印也不要求他换车了，不管他开什么车，他都是他战印的老婆大人。海童这个被战氏集团上下当成救星的总裁夫人，自是一路畅通无阻地来到了总裁办公室。他刚想敲门，门就开了，战一晨从里面出来，手里还拿着2份文件，应该是刚找他大哥商讨过吧。看到海童一手抱着一束花，一手提着保温饭盒，不用问也知道他大嫂是给大哥送爱心晚餐的。离傍晚下班还有半个小时呢，他家大哥都可以吃饭了。战一晨那个羡慕呀，兄嫂在家里撒狗粮秀恩爱就算了，在公司里也秀恩爱，让他时刻被虐待，一点也不考虑他这个单身狗的心情。大嫂，战一晨笑着叫了海童一声，视线落在海童提着的保温饭盒上，嘴上说道：大嫂给大哥送什么好吃的过来了，要不我帮大嫂拿吧。说着他做事就要伸手去拿保温饭盒，一只大手比他更快，从海童的手里接拿过了保温饭盒。战印一手从老婆的手里接过了保温饭盒，一手落在战一晨的后背，推了一下，战一晨被动地走出了办公室。战印再把他的爱妻拉进来，然后砰一声关上了办公室的大门，就把战一晨隔绝在外面。他摸了摸鼻子后扭身走开，边走边对不远处的赵秘书说道：赵秘书，你们总裁这是怕我抢他的饭吃吗？把我推出来的是推出来的，一点兄弟情也不讲，就把他推出来了。赵秘书笑道：副总裁要有点眼力儿，总裁夫人来的时候我都偷懒的，连敲门都由着总裁夫人自己去敲，不去当电灯泡惹总裁嫌弃。战一晨，我这不是恰好跟你们战总商量完事情吗？恰巧撞上了而已，那也是我大嫂，大嫂做了好吃的送过来，我当弟弟的不多吃，尝尝也不行。赵秘书笑得更欢了，所以副总裁就被战总推出来了呀。敢在虎口里夺食，亏得战副总是战总的弟弟，兄弟俩不会真的因为一点小事就闹不愉快。战一晨撇撇嘴，不就是有了老婆吗？有什么了不起的，当谁娶不到老婆似的。战副总也可以娶个老婆，天天给你送饭，虐死我们这些单身狗的。战一晨一噎，他奶奶给他挑中的妻子人选是个瞎子呢，哪能给他做饭吃呀？他做给他吃还差不多。苏总最近啊，都是满面春光，走路带风的，
可见爱情还是很美好的。战逸晨走到赵秘书面前，拉了拉赵秘书的领带。哎，等你也有女朋友了，再来跟我说爱情很美好的话。那赵秘书啊，自己都还是单身狗。我不跟苏南比，他是最幸运的人。苏南跟沈小姐在一起，没有经受任何的风浪，两家长辈都是恨不得他们俩马上结婚的那种。沈家的家底是不及苏家的，但也不穷，还可以说是土豪呢。况且沈姑姑还是张家的太太，也为沈小军的身份加了点分的。苏南和沈小军算得上是门当户对，两个人一样的爱热闹爱吃瓜。战逸晨知道奶奶帮他挑了个瞎子当妻子后，他愣是忍住没有让苏南帮他把宁云初的祖宗18代摸清楚。就是不想让苏南吃他的爱情大瓜。苏南，我想吃你的瓜，随时都能吃。办公室里的战印把弟弟推进去后，很自然地从海童的手里接过那束花，冷硬的线条软化成一滩春水，俊脸上挂起的笑容都可以和正午的灿烂阳光比拼了。怎么会想到给我送花？这束花很漂亮，花也好香啊。他就低头闻了又闻，他的欢喜，他的笑容取悦了海童。海童笑意盈盈地说道：想送就送了，没有原因，喜欢我送你的花束吗？那沈小军说的话还是很有道理的。男人也需要哄一哄的。他送给他的花束不值什么钱，但他收到了花束，开心的像是收到了一座金山似的。喜欢，很喜欢，只要是你送的，就算是一把草，我也喜欢。那我下次送你一把草啊。战印笑，好。海童拉着他走到沙发前坐下，笑道：快趁热吃饭吧，我很快就要回店里去的。苏总要请小军吃饭，我晚上看店。战印听到苏南晚上要和沈小军约会，低低地嘀咕了几句，海童听不清楚他嘀咕的话。哎，你这束花是从宁云初的花店买的吧？战印放下了花束和保温饭盒，起身走进休息室，很快又出来了，手里多了几个精致的袋子。他把那几个袋子递给海童，说道：童童，我也有礼物送给你呢。海童接过他递过来的几个精致袋子，开心地问他是什么东西啊？战印坐回沙发上，含笑的道：你看看不就知道了。他打开了饭盒的盖子，开始吃着老婆送来的爱心晚餐。海童看过后笑道：都是护肤品呀，小飞送给我的那些护肤品还有很多。这家伙早就吃醋，不喜欢他用商小飞送给他的护肤品，霸道地说他只能用他送的护肤品，结果他又一直没有送给他用，他就当做他嘴上说说的，继续用着商小飞送给他的那些护肤品。很好用，比他以往买的那些牌子都要好用，不得不说一分钱一分货呀。以后都用我送给你的。战印其实不知道女性用什么牌子的护肤品，他从来没有给女性买过护肤品。他私底下问过了母亲，在母亲的建议下，给海童选择了几个牌子的产品。他想着自己的亲妈一辈子都是在豪门生活，那他亲妈建议他买的产品必定是最好的。海童是他的心尖宠，就该用最好的。海童笑道：行吧，以后都用你送给我的。童童，要不要一起吃点？不用了，我只准备了一个人的分量，刚才看到一晨，我想着一晨要是留下来一起吃，肯定不够吃的，还好一晨识趣的走了。战一晨，我明明是被大哥推出来的。战印神色自若的道：只要他不瞎，都不会留下来当电灯泡。海童失笑，看着他吃得津津有味的，他心情也变得愉悦，便跟他提及去宁云初花店又遇到宁思琪的事。他就说到：我看宁云初是真的看不见，不像是装的。他说他是生了一场大病才会失明的，能捡回一条命就很不错了。还说他小姑姑这么多年来常带着他到处看眼科医院，得到的结果都是无法复明。那个宁二小姐简直就是恶魔投胎，没见过那样的姐妹。海童和姐姐感情极好，看到宁思琪那样对待宁云初，她觉得很不可思议，不可理喻。亲姐妹
像仇人一样。宁思琪甚至说出宁云初没有被赶出宁家，那是给他当乐子取乐用的。战印不在意的道，他的事有一晨去挖掘吧。去探究，我们看看就行，不用管太多。可是我看一晨一点反应都没有，也不行动。海童都着急了，他忽然就能理解老太太的心情。孙子太多，个个都是人中龙凤，可是孙子们似乎都是爱情绝缘体一样，让老太太操碎了心。奶奶给他们1年的时间，他们不着急，我们急什么？不管过程如何，结果必定是如奶奶所愿的。奶奶这个人不会做没有把握的事情，不愧是老太太一手带出来的接班人。战印对奶奶非常了解，也是，咱们就在一旁等着看戏就行。我觉得奕晨和浩宇的故事都会很精彩的。奕晨的就在本市，咱们能看看好戏。浩宇的距离太远，我们知道时，估计是浩宇把乔少爷带回家见家长的时候吧。是乔小姐。海童对乔涵的男性打扮印象深刻，太帅了。而且乔涵在江城是以乔家大少爷的身份行走的，也不知道老太太是怎么查到乔涵属于女扮男装。有他们求助我们的时候，战印就像未卜先知一样。海童呵呵2声，他自己都像木头似的，他弟弟们向他求助，他能帮到什么忙？就只怕他提供的都是损招，就越帮越忙的那种。老婆，你不相信我呀？没有的事。战印看他2眼，说道：“咱们等着看就知道了。他们有困难的时候，都是找我这个当大哥的帮忙，哪怕我帮不到忙，他们也会向我倾诉啊。”想到那8位小叔子对战印的敬重及信任，海童相信了战印的预言。宁二小姐没有和你起冲突吧？海童只说遇到了宁思琪，就说了宁家姐妹俩不和，并没有说她和宁思琪的冲突。宁思琪在嚣张，在海童手里也讨不到好处的。想到战印安排保镖暗中保护自己，海童最终还是把宁思琪的嚣张行为告诉了战印，免得他又说他有事瞒着他，不把他当成一家人。战印听完后脸色阴沉，起身走开。很快啊，又回到海童的面前，把他那辆劳斯莱斯的车钥匙放到海童的手里，霸气的道：“童童，这辆车以后就给你开了，下次再遇到宁二小姐，看她还敢不敢说你开的是破车，看她还敢不敢叫嚣着撞坏你的车啊。”宁总是亲自过来替妻女道歉了，但宁二小姐明显没有汲取教训呀，反而对海童恨得牙痒痒的，简直就是不知死活。疯狗咬人，你还咬回去不成？海童把车钥匙还给他，我就喜欢开我那辆破车。童童，战印低叫着，我见不得别人瞧不起你。一个人能不能被人瞧不起，不是靠一辆车就能改变的。就算我以后开着劳斯莱斯，别人也会说是我抱着你的粗大腿，倚仗着你才能开豪车，依旧是看不起我的。只有他本人真的强大起来了，别人才不敢小瞧于他。他把海童勒入怀里，又爱又无奈的道：“童童，你就是个小倔强，很多时候我真的拿你没有办法。”海童回搂一下他健壮的腰肢，笑道：“我性格就是这样啊，无法再改了，你就将就一下，包容一下了，我会包容你一辈子的。”夫妻俩依偎了片刻后，海童就推开了他，问他吃饱了吧？我收拾一下回去看店吧。战印恋恋不舍的，嘴里又在嘀嘀咕咕的。海童这次听清楚了几句，他是在嘀咕苏南不应酬，跑去陪女朋友吃饭。海童哭笑不得地道：“也不想想你以前老是把公司的事交给苏总处理啊，你陪着我，现在总要给苏总和小军约会的时间的。”战印抿抿唇，没有再嘀咕。收拾好后，海童赏了战先生一记深吻。深吻结束后，他说道：“晚上我在家里等你，记得别喝太多的酒，能不喝更好。我会跟客户说，我老婆不许我喝酒，我要是喝了酒就让我睡书房，他们就不会让我喝酒了。”战印再不舍，海童还是离开了战氏集团，回去看店了。
他回到店里的时候，学生们还没有上晚自习，店里还忙着。苏南也还没有到，他和小军便忙活了一会儿。等苏南到了书店门口，学生们也快要上晚自习了。店里的人流量少了大半，海童一个人也能应付过来。苏南每次过来都会送沈小军一束鲜花，沈小军也会给他准备一些小礼物。这对小情侣都很懂得哄人，亦是心思细腻的人。天设地造的一对儿。彤彤，我们去吃饭了哈。沈小军挽起自己的包，抱着苏南送给他的花束，笑着对海童说了句在海童应了他后呢，他放心地跟着苏南离开。海童独自忙活了一会儿，等到学生们都回校上晚自习后，他才进厨房热了热饭菜，然后一个人坐在收银台内吃着。海童，隔壁店的郑叔端着一只大碗，边吃着边走进来。郑叔，吃饭呀？你也在吃？郑叔笑问。小军走了，我看到他抱着一束花，跟那个经常来你们店里的帅哥走的，那是小军的男朋友吧？是小军的男友苏先生。海童请郑叔坐下，郑叔没有坐。他笑道，我就是串串门的，然后跟你说一声。他压低声音，笑得见牙不见齿的说道，上次我不是跟你说过打赌的事吗？我把我所有私房钱都压进去了，然后赚了一大笔钱。我就说，就算你成了战家的大少奶奶，你们这间书店依旧会正常营业的，你也会如常上班的。他们不信，总说你成了战家的大少奶奶，以后只能在家里当大少奶奶，不能再抛头露面。事实证明我赢了，他们全都输了。哈哈哈，可惜我的私房钱太少了，否则还能赢到更多的钱。哇，海童听得差点喷饭。他笑着恭喜郑叔，恭喜郑叔发财了，也就发了一小笔财，我最近是能发一笔小财的。哈哈哈，早知道就跟你郑婶说一声，我们夫妻俩把所有身家压进去，赢得就更多了。海童说，他让我郑婶知道了，你就一分钱都没有了。他知道是郑婶管着财政大权的。郑叔每个月可以从老婆那里拿到500元的零花钱。郑叔要抽烟喝酒，郑婶会另外买给他，花不到他的500元零花钱。郑叔老家的父母每个月需要多少伙食费，郑婶也会安排的妥妥当当的，不用郑叔操心。他省一点，那500元零花钱能存下来200-300元。平时进货时，郑叔估计也会藏点钱。总之，他的私房钱也是一笔小钱的，他全都拿去跟别人打赌，就赢到的钱比他的本钱还多。当然了，要是让郑婶知道了，就要被没收了。郑叔，也是幸好我没有跟你郑婶说，郑婶给你的零花钱是少了点儿，不过你平时的其他开支，郑婶都没有让你出钱，两家父母的生活费、人情往来、养孩子的所有支出都不用你操心了。其实郑叔是赚到了，管钱的那个才辛苦呢。郑叔边吃着饭边说道，那是，所以你郑婶喜欢管着经济大权，我就让他管着吧。以前我管着钱的时候，我们的店生意再好，一年到头都没有余下2万元。让你郑婶管钱后，一年能余下近10万块钱，我乐得轻松，家里也能有余钱。你郑婶又是个很公平的人，不会说偏着他的娘家父母，他给他爸妈多少生活费，也给我爸妈多少钱，真能做到了一碗水端平。我爸妈都很喜欢他这个当儿媳妇的。海童，我跟你说呀，我要是和你郑婶吵架，不用说，我是被我全家人骂的那个。海童听着郑叔看似抱怨的话，其实郑叔是在秀幸福。他们或许没有大富大贵，但郑婶会做人，倒是让家庭和睦。别看郑婶那张嘴很利，那是刀子嘴豆腐心。而郑婶的为人处事呢，也让海童看到了值得自己学习之外。老郑，老郑啊！郑婶在隔壁叫喊了。郑叔呢就连忙应着，然后小声对海童说道，海童，替叔保密哈，我回去了。海童笑着应了。
郑叔扭身出去，边走啊边再次应着老婆的叫喊声。郑叔走后，海童很快也吃饱，他收拾好碗筷进厨房，清洗后再出来，然后出去左邻右舍那里串串门，都是相互认识了几年的，也能聊。左邻右舍总以为海童成了占家大少奶奶，跟他们拉开了距离，没想到海童除了变得更忙之外，对待邻里还是老样子啊。海童跟邻里们聊过天后，回到店里继续编织他的工艺品啊。当初跟他一起学编织工艺品手艺的几个同学已经回复他了，让他给他们准备好材料就行，工具他们都有。然后他收货验货再发货给客人。知道几个同学现在都是在家里当家庭主妇，靠着丈夫养的，手里没有闲钱。海童很爽快的给他们日结工资，只要交了货，验过货能过关，他就结算工钱给他们多劳多得。这样呢，也能缓解一下几个同学的经济窘迫。到了晚上10点左右，没有什么生意，海童便关了店门，准备回家等着应酬的男人归来呢。数分钟后，海童开着车离开了管城中学。与此同时，宁思琪接到了一个混混的电话，告诉他，贾小姐，你让我们帮你盯着的那个女人已经关门开车回家了，继续盯着跟踪她到没有监控的路段，你们再拦她的车，把她给我揍一顿，把她的车给我砸得稀巴烂。记住，你们要戴着口罩和墨镜，不要让她看到你们的样子。事成后，我马上给你们转余款，你们拿着钱到外面去躲上一阵子，等这阵风过了再回管城。宁思琪是任性也冲动行事，却也知道海童的背后如今站着战印，他报复海童，对海童下黑手，战印必定会追查的。他让那些混混拿到钱后就离开管城，那样战印就查不到他的头上来。